印度的光輝戰鬥機又光輝了一把。正在進行的2025年迪拜航展上，印度空軍首次派出了3架光輝戰機參與靜態展示。可你猜怎麼着？本想來露臉的印度，結果反倒把屁股露了出來。這架戰機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漏油了。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10月17日，迪拜航展正式開幕。印度興沖沖帶着這款外銷明星機30年磨一劍，舉全國之力打造的拳頭產品參展。沒成想，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的停機坪上，直接出現了漏油。現場視頻顯示，黑乎乎的機油從該機前後輪中間位置不斷流淌，而且漏油點還不止一處。而三哥地勤人員的處理方式也是主打一個簡單高效，正應了那句話：高端的戰機往往用最樸實無華的方式處理問題。只見光輝機身下方被放上幾個購物袋，剛好接住漏下來的機油。這袋子估計是地勤人員在迪拜採購土特產時特意留存的。至於漏油的根源問題，他們似乎壓根兒沒打算當場解決，實在不行，等展會結束帶回印度，讓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拆開檢修就是了。但這可是航展現場，熙熙攘攘的觀眾遍布四周，相關視頻被拍攝上傳後，很快就在網上開始瘋傳。看來世界各國對三哥的關注度確實不低，三哥想上個熱搜簡直手拿把掐。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巴基斯坦同期參展的中巴聯合研制的 JF-17梟龍戰機就停在不遠處。兩款戰機算是同台亮相，可梟龍狀態穩定，還高調展示了搭載的霹靂15E中遠距空空導彈，吸引了眾多國家的軍購代表駐足觀看。兩相對比之下，各國對印度軍工的真實水平也就心中有數了。難怪媒體調侃稱，光輝漏油是因為看到梟龍直接嚇尿了。有一說一，看到光輝戰機漏油的這一幕，不禁讓小編想起史上赫赫有名的 SR-71黑鳥高速偵察機。該機停在地面時也會出現漏油情況，但黑鳥的漏油是有特殊原因的，它能飛到3馬赫的高速，機身與空氣劇烈摩擦會產生極高溫度。根據熱脹冷縮原理，要讓飛機蒙皮在高空受熱膨脹時不互相擠壓，常溫下的蒙皮就必須設計的相對收縮。因此停在地面時，蒙皮無法實現絕對密封，會存在縫隙。而 SR-71採用結構油箱設計，機體本身就是油箱壁，所以蒙皮收縮產生縫隙時，燃油就會滲漏出來。不過等到飛機起飛達到一定速度，機身溫度升高，蒙皮膨脹填補縫隙後，漏油問題就會自行解決。那問題來了，難道三哥家的光輝也是3馬赫級別的戰鬥機，也採用了和 SR-71類似的設計，才導致地面漏油？據資料顯示，光輝戰鬥機的最大飛行速度不過 1.8 馬赫，作戰半徑僅500公里。出門如果不攜帶副油箱，多轉2圈可能都回不了機場。這可真是沒有黑鳥的命，卻得了黑鳥的病。事實上，這並非光輝戰機首次在國際航展出糗。回溯2023年迪拜航展，該機型就在飛行表演中突發航電系統黑屏故障，導致表演被迫中斷，戰機緊急返航。而此次的漏油事件，不過是它長期存在的質量與技術問題的又一次集中爆發。回顧光輝戰機的研發歷程與實際性能，不難發現它國產光環下的多重硬傷，這些缺陷也注定了它與梟龍戰機的差距。從研發根基來看，光輝戰機堪稱30年磨一劍卻不成器的典型。項目自1983年立項，直至2015年才正式列裝印度空軍，32年的研發周期創下全球3代機研發時長紀錄。漫長的研發周期本應換來成熟穩定的技術，但它的國產化卻始終是空中樓閣。核心部件幾乎全靠進口，比如發動機最初依賴美制 F404，原計劃自研的卡維里發動機項目徹底失敗。
雷達採用以色列的 ELM-2032，國產雷達至今未通過認證，而飛控系統源自美國技術，導彈採購自法國與以色列，就連彈射座椅都依賴英國製造。這種萬國牌組裝模式直接導致兩大致命問題：一是質量控制失控，不同國家的部件缺乏長期兼容性驗證；此次漏油大概率與部件銜接工藝粗糙、密封設計存在缺陷相關，暴露了印度航空工業整合能力的薄弱。二是後勤維護陷入死循環，購買光輝的國家如果出現故障，需要分別對接美、以、英等國原廠維修，不僅受政治因素掣肘，零部件更換成本甚至可能接近整機價格，就連印度軍方自己使用都提心吊膽，更別提吸引國際買家了。還有印度光輝戰鬥機和巴基斯坦使用的 GF-17 梟龍戰鬥機雖然同為輕型戰鬥機，但兩者的核心定位存在代際差距，光輝主打中近距作戰，而梟龍 Block 3型憑借搭載的霹靂151導彈具備超視距空戰能力，雷達探測距離、電子戰水平均實現對光輝的碾壓。這不對比還好，一對比就能看出差距，怪不得連印度自家空軍都不願意用，光輝的表現實在拉胯到家了。如今，印度的軍工產品有多遭人嫌棄，中國的軍工產品就有多搶手。說句不客氣的，中國的無人機、導彈等裝備在國際上賣得異常火爆，就連傳統軍工強國法國都被中國的武器出口額穩穩超過。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已成功躋身全球武器出口國前4強，市場份額從 5.8% 提升至 6.3%。這實打實的進步足以說明中國軍工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認可度越來越高。要說中國武器都賣到了哪裡，中東的土豪們絕對是核心大客戶。沙特阿拉伯連續2年蟬聯中國武器進口冠軍，單年採購額就達 47.3 億美元。巴基斯坦、埃及、阿爾及利亞和伊拉克也格外給力。這4個國家的採購量加起來佔了中國武器出口總量的近80%。無人機是中國軍工的拳頭產品，小編必須重點說說。翼龍和彩虹系列無人機在全球市場佔有率超 60%， 幾乎形成壟斷格局。好用不貴，故障率低，反恐、游擊戰都能派上用場。沙特軍方曾公開評價，用翼龍無人機在邊境反恐行動中，精準打擊效率提升了3倍，作戰成本卻降低1半。導彈系統同樣搶手，紅旗 9BE 防空導彈已成功交付巴基斯坦和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國防部長直言，它的探測範圍和攔截精度完全滿足國土防禦需求，性價比遠超歐洲同類產品。FT2000 防空系統更是多次在國際競標中擊敗俄羅斯、歐洲競品。泰國、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引進後，均反饋系統兼容性強，維護便捷，實戰部署反應迅速。最近，中國海軍裝備也開始強勢出海，052D 翼型驅逐艦成功出口，成為中國首款對外出口的先进水面戰艦。S-20P 型 AIP 潛艇更是拿下大單，巴基斯坦一單就簽訂50億美元採購合同。巴方海軍發言人表示，這款潛艇的靜音性能和續航能力完全契合我們的海防需求，合作過程中中國的技術支持也非常到位。陸軍裝備的表現也不遜色 ，VT4 主戰坦克成了國際軍貿市場的明星產品，已銷往泰國、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等國，總銷量超300輛。泰國陸軍曾公開稱讚 VT4 的機動性、防護力和火力輸出均衡，適應熱帶叢林和山地地形，比我們之前採購的西方坦克更實用。AR3 遠程火箭炮系統在中東備受青睞，沙特阿聯酋均批量列裝。沙特軍方評價它的射程和精度超出預期，能有效覆蓋邊境關鍵區域，操作還很簡便。那中國的武器為什麼這麼好賣？說白了，核心就3點：價格實惠、交貨準時，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這可比西方國家的武器好打交道多了。他們動不動就搞制裁施壓，要麼附加一堆干涉內政的要求，讓買家煩不勝煩。而且中國軍工最厲害的地方在於能提供全套解決方案，不像西方國家只賣單個裝備。中國從偵察監視、指揮控制到火力打擊，能為買家配齊完整作戰體系。這種一站式服務特別受發展中國家歡迎。埃及軍方就曾表示，中國的
整套裝備體系不用額外適配，能快速形成戰鬥力，還能節省大量協調成本。當然，中國武器出口也面臨着不少挑戰，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從未停止，國際市場競爭也日趨激烈，部分國家對中國裝備的實際作戰表現仍有疑慮，這需要時間和實戰效果來證明。不過，中國正在通過多種方式提升國際影響力，比如派梟龍戰機赴土耳其參加聯合軍演，在阿布扎比防務展打造專屬中國展區，邀請多國軍官來華接受專業培訓。這些舉措效果顯著，讓外國客戶對中國武器的信心持續提升。說實話，中國武器出口能取得如今的成績實屬不易。從前，中國只能出口輕武器和仿制設備，現在高科技武器系統已成為出口主力，這無疑是質的飛躍。看得出來，中國武器在國際市場上的好日子才剛剛開始，未來一定會有更多高端裝備走出國門，讓世界真正見識中國制造的硬實力。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